你要我死，但我却偏偏活着，只因一只画眉鸟。范季礼蓄意诬陷我兄长，害他冤死狱中，我家破人亡。13年了，每一道疤都在提醒我不能忘。天意如此，那你走吧。如今你道业未成，便着急下山，值得吗？我这一生便为此而活，哪怕万劫不复。据说还有一只画眉鸟，身断吉凶。这画眉仙姑是什么来的？等了这么半天也不见人，莫非是什么天仙？可不敢乱说呀。这位仙姑数月前来到此地，身负神通，据说能用一只画眉断凶吉。姑娘，我们等的那人来了。来的人都是适宜探查过的，这是记着他们跟你的卷册。右手倒数第2位，这人在海宁郡常为大人物们寻花鸟珍奇，暗地却替他们干些见不得光的事。范季礼，今日的命书专为你而写，让你也尝一尝报应的滋味。仙姑廉价至，炷香。这身段不错呀。散人画眉，师从白云山。诸位道友今日前来，当知我雪昭居的规矩。人之气运因果，本为天意所趋。今日所得戒称，无论吉凶，皆需各位赐付。好啊，那就请仙姑算算我近日的运势如何。阁下3日内必死。范大人，不可妄语啊！莫是冲撞了什么？切莫当真啊！别瞎说！你这妖女，口出乱言！我来了，你在哪儿啊？这儿先前死过人，别闹了，快出来！范员外，可还记得是谁死于此地呀？美人，你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和白天不一样了？那官人是喜欢白天的我呢，还是此刻的我？妖女，妖女，自然都是喜欢的。那大人就跟我来吧。美人，别跟我玩捉迷藏啊！美人。美人，
范季礼，还我命来！李局，你为何害我？李兄，你别怪我，千万别害我，都是他们逼的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杭州格林宝云山的宝云茶可以安神。仙姑姐姐亲手做的茶，肯定比那9重天的甘露还要好喝。姑娘，蓝门里的江县尉来了。我这就来。这厮怎么来了？仙姑姐姐莫要理他，再陪我喝会儿茶，我头好痛。你先好生歇着。此事还未告知新任县令大人，是否？你是说依附权相的那个废物？告诉他做什么？他知道了有什么用？江大人，将此妖女拿下！且慢，大人何故要捉拿于我？昨日可是你在此处扬言，范员外3日内必死。我只是依命书直说，这范员外果真死了。你是如何杀害范季礼的？还不从实招来？范员外是何时遇害的？17日午时之后，一樵夫在砍柴的路上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。我们在火烧现场发现了死者遗物，正是范员外常戴的玉指环。那我并未有动手的时间。信口雌黄！你有证人吗？此处偏僻，根本就没有人来。你若寻个观中的小儿、乡间的老头来作证，那可就是个笑话了。哪个混账说本县令是个笑话呀？本县令就是人证。今日4时一直到1刻钟之前，仙姑姐姐一直在我榻前相伴，半步都不曾离开。啊，还未向仙姑姐姐说明，在下陆延崇，字居康，旁人都唤我十郎，乃是此地的父母官。十郎？哪个十？自然是美玉顽石之时。政和8年，5月念吾，乌云蔽日，天不晴。与我兄长忌日。今日之我，名唤李福渊。开始复仇计划的第2日，我的索命鬼好像来了。如今你道业未成，便着急下山，为了报仇，修习幻术，以致经脉逆行，需日日以金针刺血，方能保命。当真值得吗？我曾以为天理昭昭，岂料几句诬陷，竟可灭我满门。杀人凶手还不就擒？兄长被当替罪羊，屈打成招，含冤而死。双亲目睹血祸，愤然自尽。恶人妄想一把火将真相掩埋，只因一只画眉鸟，一夜间让我家破人亡，流落街头。从此靠偷食度日，被人如畜生般踢打，几近死去。但我偏要活下去，
哪怕只剩一息，也要找到幕后真凶。不论他身居何位，我必令其自云端坠落，于我兄长继承之日，血债血偿。天意如此，那你走吧。你走的道，如今才刚刚开始，但为师还有一忠告。继燕雀之身欲磐石而亡。师父是说，如果我坚持寻找真相，那么便会死在这个与石相关之人手中。石郎，哪个石？自然是美玉顽石之石。玉石于水，这人身处高位，却必将拉你沉于泥淖。你难道不怕吗？仙姑姐姐，仙姑姐姐，今晨仙姑姐姐救了我，我还对仙姑姐姐有什么问题吗？知县大人莫要开玩笑了。知县大人，此妖女怎么可能救了你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掉水里了。话说那沈官，我想着刚到任不久，要多体恤民情，体察民意，就随处逛了逛，来养活一双儿女。敢问大哥，这先生讲的什么呀？画眉鸟奇案，你们听说了没？梁安到梁青天再过半月，就要同巡查使翟禄一起回花昌县来了。只因银钱未曾谈妥，便奋起杀人，还割下沈官的头颅，抛于那水泊之中。有道是因果循环，万物有报。知县大人明辨黑白，立即醉后于狱中，畏罪自裁。想着我多少使点水性，不如趁天气正好畅游一番。谁知道日头太好，我竟睡着了。等我再次醒来时，船内已然进水，所以船翻了。快点，落水了！我就这么掉下了水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已经被救上了岸。我一睁开眼，首先看到的就是仙姑姐姐牵着我的手。姑娘明明拎的是衣领，哪里牵手受礼？今晨我们去城中采买，回城的路上，身边小童想要游湖，我们这才去了湖上，遇到了知县大人。定是我形容倜傥，颇有道根。仙姑姐姐对我一见如故，这才救起了我，是不是？大人莫不是上了这妖女的当，给她当了不在场证人？怎么说？今日正午，有人在西市口看到了死者范启林，说明他被杀是在今日午后至未时初之间。难道大人从未合眼，他亦从未离开？对啊，我被救上来时是晕着的。你若在此期间杀人再赶回来，也不是不可能啊！枉我对你一片赤诚，你竟然一直在骗我，实在让人痛心。你江县尉，将人带回去。说什么？大人方才说尸体是在西郊发现的。大人从西郊到此地大约多少时辰？足有1个半时辰。陆大人约是在未时醒来的。我若是午时在西郊杀了人，怎么可能在半个时辰之内赶回来陪陆大人呢？哎，江县尉，仙姑姐姐说的对啊，她不可能凭空出现，那一边杀人一边救我吧？我知道大人对我颇多意见，但这范员外之死，与我确实没有半点干系。哎，横说竖说，仙姑姐姐就是没有嫌疑。江县尉，私事体大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好好查案，莫在这叨扰仙姑姐姐。走走走走走，走啊，走！仙姑姐姐，我们来日方长。姑娘，您将话说的滴水不漏，他们定不会怀疑我们来。此事并非万无一失，我这一计还有一处天大的破绽，我也在赌。赌什么？赌那花昌县的5座牢里，会不会在7日之内验尸？验尸？这都烧成焦炭了，还用验？当验呢？那去等等。等等，等什么呀？临县没有仵作，这方圆几里
失手凡事有意都要归总到我这里，再加上苍云山最近匪患猖獗，又死了不少人，你这凡事得讲个先来后到吧？哎，你没见到我这里已经是客满为患了吗？就连偏院的灶房都拿来停尸用。崔老莫嫌我烦你啊？这江县尉好似不大喜欢我，他非但不肯和我同城一骑，还把我打发到你这儿来。哎，不过我先说好啊，不是我自己要来你这儿的。你说他不懂礼数也就算了，你这仵作老脾气也古怪的很。这衙门上下就没人真把我当回事儿。哎，我说你那尸体都烧成焦炭了，还能查出什么来？能的，口鼻、心肺。若是有经验的仵作，这人是刚刚死的，还是已经入土几日的，一验便知。除非什么？烧得再彻底些。不是，你烧什么呢？啊？我问你，你刚在烧的是什么？这上面的一包木炭啊！哎呀，什么木炭呐？那是范季里的半身骨尸！哎呀，去！这都烧成灰了，这还能看出什么来？你就不怕那范氏变成厉鬼，晚上找你去报仇？哎呀！哎，不过我先说好啊，不是我自己要来你这儿。帮我看下尸骨。李吉与沈秀还有活着的家人。沈秀有一妻子和一双儿女，今年前染疫而亡。李吉全家死于月华街大火，所以不应当有。不应当？必须去查清楚他的身份，否则水太浑容易坏我们的事。阁下这样的混世魔王还会怕水太浑吗？怕呀，我胆子小得很。不过我们也不必着急动手，不想他继续前进的人，又岂止你我呢？有水。你个贱人！你讨厌这……你不记得我，没关系，我会让你一点都想起来。你会遭报应的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报应，大家都会死，急什么？我真的只是受人劫财，真的不认识那个人。他给我一封信，让我做假证诬陷李吉。你究竟是谁？画眉鸟案的细节，你且好好的想一想，想出一件，我便给你一碗水喝。我知道，人头，那个沈秀的人头，是当今县尉江春找过来的。江春
谁让你进来的？好，我找到了。起来吧。我找到了死人头，我父亲是不是可以继续留在衙门？那人头虽然已经烂透了，但是上面有李记的死印压印后的痕迹，人证物证俱全，这才定了死罪。人头烂透再压上死印，这诬陷的手法简直是恶劣至极。不爱做人，偏爱做那畜生，那你就继续做着吧。政和8年5月年6，今日不知是否雨停，天气不详。江春，难道不错？姑娘，您得到陆县令的消息啦？咱们现在去哪儿？你去帮我找个人，接下来我自有安排。是。我要这个。好，来，您拿好，谢谢，当面感谢。如果来一双，好嘞。您看看这个。这是我家人。来那个香炉。大人要挟我来此处，是为什么呢？那你的童子前几日在水中掀翻我的船，又是为什么呢？大人说的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仙姑姐姐听得懂的。你这招连环计用的相当巧妙，只不过你找错人了，万不该算到我的头上。看来仙姑姐姐是非要我一件一件的都说清楚，是不是？那好啊，我们从头说起。我落水那日，天气很好，连一丝风也没有。四周既然无风，我的船莫非是个活物，是会自己翻的吗？范季礼既然已死，为何还有人在街上见过他？那烧焦的又是谁？大人的想象力倒是丰富，我何必要这么做呢？问得好，那自然是让我给你当人证。你们先制服了范季礼，然后找了个尸体烧了做替身。第二天设计我落水，再把我救了上，然后把范季礼装进马车招摇过市，让大家都看见。如此一来，范季礼死在午后，而你在午后没有时间往返西郊，嫌疑自然就洗清了。那若尸体早被发现了，那地方人迹罕至，只有个樵夫在每日未时会经过那荒屋雷打不动，这自然是你们查探过的，算计好了的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若你不能说服我，那我便要将你法办。江县尉，陆县令如今就在那茶楼里，定是贪图我家姑娘的美貌，有行不轨之事。3，你并没有实证。那我若是找人验验那个尸骨骨龄几何，是男是女，埋了多久？2，大人不直接捉拿，反倒这样隐蔽行事，想必是有所图谋。您要什么？不妨直说。爽快，这么着吧，我要你带着那帮装神弄鬼的童子们离开华昌县。禅苏香，发作大约1刻时间。大人，你不会以为我听你说了这么多废话，是当真喜欢听你说话吧？这是我刚从京城掮客手中买到的消息。
3元3鼎，文武双全，于吞海楼上题诗作画，名动京城，得了当朝权贵的赏识。下放到我们这样的小县，怕是要不了多久就会高升的吧？你这样懂得趋炎附势、趋利避害之人，又怎么可能真是个糊涂蛋呢？我若是不做一手防备，那就当真是个傻子了。无论是为花昌县的百姓，还是当日陈岩，这样的渣子祸患，都绝技不能再留。群妈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数3个数，你若是不能说服我，我就先拿你动刀。你那作假的尸首在我手中，你若杀了我，为师之事必然暴露，到时候自然有人追查范季李相，你的谋划，怕是要功亏一篑了吧？此物名为莫逆，发作时会心痛欲裂。我要在这12日内能够自由出入衙门，无论你用什么方法。陆县令，你在里面吗？大人，你做什么？都别过来，备辆马车。大人，华昌县的那个范季礼好像忽然死，怎么死的？听说是被烧死的。知道了。另有一事，说，从京城来的那个姓陆的，到任华昌县。多招抚留意吧。是。打扰了陆大人的雅兴，真是抱歉。杨县尉，就是这句。不想死就配合。大人，你做什么？我家姑娘天生身子弱，就不劳江大人了。没事吧，姑娘？你让慧去守着马车，里面装过范季礼，有些人若仔细查看，难保不会发现什么端倪。是。您放心，他没那个本事。江春，你到底和画眉鸟案有何关联？刚才反应不错嘛。这不正符合大人你登徒子的做派吗？我配合也配合完了，你人也进了县衙，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这人横竖是个麻烦，应当尽早了结，以绝后患。现在，立刻帮我找个人来。你还真点上菜了。找谁啊？江春。这是竹璧，怎么样？你没见过？我以为姑娘家都会有1、2个。这很奇怪吗？我不曾用过，是这么说的吗？
你的菜来了。李姑娘，请进。我在外面听到动静了，知道你已经醒了。当日在雪昭居，你装神弄鬼、骗人敛财，骂你的那句妖女，我并不会收回。不过，方才的事不是你的错，我没想到姓陆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男霸女。他在本地为官，你之后恐怕很难在这里立足。你若想摆脱他的纠缠，我这儿有一些银两。你拿了去，速速离开华城县吧。我若要走，天下何处不是我的立足之地？但我有必须要做的事，我不能走。多谢江大人指点迷津，可否靠近点说话？江大人瞧瞧，这儿有几缕蓝色，几缕红色。蓝色，红色。对，你好好数一数，数完后闭上眼睛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有话要问我？蓝，红，没有蓝，也没有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蓝红？仙姑姐姐道法不精啊，迷人心智还能失手。不可能是我的问题，那是谁的问题？是他眼睛有问题。江春，不是。13年前，你可是住在花昌县？是。当时多大？14岁。你捡回过一个人头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是如何捡到那个人头的？不是我捡的，是我去取的。那天晚上雨下很大，我父亲当值不慎摔断了腿，衙门不想续用他，我就想再去求一求父亲的同僚，替他说几句好话，但好像走岔了。雨太大，周围很黑，我就随便找了个廊檐躲雨。恰巧听到有2人在屋里说话。雨烂的差不多了，明日就拿去衙门领赏。还有那位爷给的赏钱，该有几年好日子过了。位置保险吗？七里坡那地儿就没人去。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，只听见了有赏银拿。若有银子，便可请大夫治好我爹的腿。我怕他们第2天就会把这个宝贝挖走，于是连夜跑去了七里坡，就这么从坡下挖出了命案死者沈秀那个一直没能找见的人头。我好像也听说了这个案子，你搞那么多事就是为了查案？你和这案子什么关系？莫非你是苦主？哎，行了，知道了，不问。离远点，坐口。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
是，我有色弱之症，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。有些人故弄玄虚，非要弄什么蓝色、红色，结果人家压根儿都瞧不见。你当时去求的是哪几个同僚？住在何处还记得吗？我先去找的人住在月华街，在县衙东面，巷子很多，走乱了，但方向大致是对的。你想找藏人头的那户人家，你要照他这么说的去找，大约是找不到的。崇宁5年，月华街一带发生过一起火灾，之后的5方19街都是重建的，位置、大小、住户都和13年前大不一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既然来到了华昌县，就肯定会看一下当地的县志啊、卷宗什么的。恰好，我又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所以别没事再拿你那老屎子毒药吓唬我。我一害怕，说不定什么都忘了。怎么会？之后还得仰仗陆大人。你过来，干活去。啊，我啊，哟，你也被叫过来了？这老头什么来路？怎么这么凶啊？崔三爷，本县的仵作，这县太爷好得罪啊，这位崔爷可千万别。哎呀，嘿，这小老儿把我们唬过来做苦力，自己人跑哪儿去了？这小姑娘真是胆大包天呐！你确定他醒来不会有这段记忆？按常理来说不会。那若不按常理呢？那我就死定了，并且我会带着你一起死。你那个什么莫逆呢？你给他来一颗。你以为那是枣条糕吗？说有就有的，就这么一颗用你身上。哎，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跟那个范季礼关一块儿怎么样？不必借机试探我，也不必靠这么近。啊，夏静伟，方才对不住，是我打晕了你。但你要理解我，骤然看到一个男子闯入自己未婚妻的房间，这下手没轻没重也很正常吧？未婚妻？嗯，他是雪照居的画眉仙人。画眉仙人怎么了？我对渊渊一见钟情，渊渊呢也愿意同我长相厮守。再说了，前几日落水的时候是渊渊救了我，我从此魂牵梦萦。李姑娘，你多谢江大人体恤，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，我是自愿留在这里，嫁给他的。如此说来，是我多此一举了。告辞。渊渊。
命中避不过的劫数，论肉麻和夸大其词，您不比我差吧？这厮有几膀子力气，不过脑子不太灵光，胡扯鬼扯情的蒙混过去，自然比不上县令大人，尖角无匹，一肚子的鬼话。你们说谎！什么意思？你们刚刚在鬼扯。说，你们对我做了什么？青春，你莫忘了我是你上官。你说，还是你说？一个小小的县尉，你这个……别叫！不想知道当年的人头是怎么来的吗？我是武夫，不是傻子。范季礼刚死，你们就找上了我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我与范季礼素无往来，唯一的关联就是画眉鸟案。你们是在查案？从7、8年前起，这条街我每日都要跑上一次。为什么10来岁的小孩可能确实什么都不懂，但人难道会一辈子懵懵懂懂？等我长大些，想明白其中关系，知道那人头来的蹊跷后，便每日不能再安宁。你想找出那夜对谈之人？有疑必究，但事情已经发生这么多年，要想继续调查下去，需要实证。当夜谈话之人就是实证，可惜当年月华街大火早已物是人非，隔了多年想再去寻找，恐怕很是不容易。是，但有了我们这位汴京来的县令大人，事情便大不一样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俩更为同气连枝？既然你与我们目的相同，你刚才动手做什么？因为我刚才气有点不顺。陆大人既然看过当初的卷宗地图，那不如我们就来实地比对一下。我帮江县尉回忆并不难，但是要当场测绘出位置、准确定位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当年月华街为正东西向，长1里右半，宽2丈，左右各邻何处？距离几何？向北临近涌泉坊，间1丈余；向南贴近方氏，间2丈。街上共计住户、店铺、宗地126，这是规整，院目大小都在1丈半。当日我一路往地势高的地方走，应当是正东面。起初跑了有小半盏茶的功夫，约有数10户人家，然后就碰见了岔道，跑乱了，但又感觉方向是对的。方向是对的，可见2条岔路并非是平直的分道，多半是中间角度较小，朝着一个方向的应当是春兴街。岔路又分了10字路，一次能看到远处的白塔。那夜的茅屋应当就在此处。那夜的茅屋应当就在此处。唉，能打能跑，这么个宝贝疙瘩，如今还是个县尉，可见确实一根筋，头脑不太灵光。
中年就打雁，如今却被小燕捉猎。你被那小姑娘下毒了？有意思。这药是驯兽用的，毒不死人。查到了吗？因他改了名字，费了些功夫，不过好在查清楚了，他就是画眉鸟案的凶手。李琦的妹妹李媛儿，你跑得快不快？这儿怎么这么干净？明日就拿去衙门领赏。还有那位爷给的赏钱，该有几年好日子过了。这儿应该还有。别追！别吵了，离开此地。玉石与水，这人身处高位，却必将拉你沉于泥淖。师父是说，如果我坚持寻找真相，那么便会死在这个与石相关之人手中。快救火！安全文书就在里边，快！快拿水来！快点！快再拿水！政和8年5月廿七，玉手奉谢，万顷风波，隐于云后。等我和你主子算清这笔账，我再回来收拾你。昨日昏迷，未及施展，竟已到了这种地步吗？真是个算命鬼！劳烦老丈来碗茶水。来，先润润嗓子。
姑娘何事如此急匆匆的？多谢老张，我有一件大事要做，但困阻重重，敌有不明，就快要做不下去了。哎，这世上就没有做不成的事，只有什么？只有做不完的事啊！多谢。这如何？看看，我给你粘上，好看吗？好看。这只也好看，再看这只吧。你执着于血仇，便再不能似寻常女子般从容成长，这样值得吗？不如把这2只都给娘带回去。好啊，这2只都要了。好嘞。江大人，你没走？姓陆的说你已经离开华昌县了。大人昨日说的对，我与那陆延崇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我是个孤女，受过画眉鸟案元凶李吉的大恩，因此想要查明真相。你二人之间，我更信你。对了，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追至中途时，那人忽然将金锭置还给了我，就不见了踪影。已经重新熔铸过，瞧不出什么。为今之计，只有去查当年那家铺子的户籍录入，租赁是在谁的名下。怎么了，江大人？昨日文书楼大火，户籍文书全都烧了个干净。当初画眉鸟案的始末卷宗也已付之一炬，只怕线索都断了。陆延崇去哪儿了？就天蒙蒙亮的时候出现了一次，和我说了几句话，人就出去了。没断。为何说跟着他线索就没断？陆延崇一开始并没有拒绝和我们一起行动，但一查到铺子，他立刻就翻脸了。当时甚至没有和我们一起进屋子看到那箱金子，却能立刻派人抢金锭引开你，说明了什么？他看过华昌县的户籍档案文书，知道皇室铺子是谁的，猜到了藏金锭的人是什么来头，所以线索就在苍云山。这苍云山匪首有2个，听说是一对兄弟。当初在皇室铺子谈话的这2人，必然和苍云山匪盗脱不了关系。各位，药送到了。看样子他是半城药铺的伙计，这山上莫非有人病了？进山的机会稍纵即逝，大人在外与我接应，我先过去了。好。我要进山寨。大强，最近这苍云山上可不太平，你怎么敢一个人上山的？这是那次冯掌柜让我来送药，你不在柜上抓药，大白天跑这儿做甚？哟，也是药铺子里的。我们二当家的正好需要大夫医治。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长得真好看，你没他，还有他，都好看。你要敢做我老婆，我就放你走；要不等晚上诸葛来捉鬼，你们就都得死。
终南剑士，发直冠，绿袍脚带无血块，大鬼挑梁，小鬼哭，血口连目，会心肝，北归路，走回南，闭门内保平安，保平安。此人像是有异症。你有话对我说。你可错了不？哥哥，你刚刚唱的那个歌好瘆人啊！我们也拜钟馗爷爷，可是他为什么要吃人啊？因为这世上都是大坏蛋，钟馗爷爷要把这些坏蛋都吃光，吃完肚腹，吃皮，还有吃骨头，还有吃人头。回归一，走回南，走回南。哥哥，你刚刚说想让我做你老婆，可是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名字。我我叫黄宝田，这里的大王就是我，亲哥哥。你说你姓黄，你们家是不是原来开白事铺子的，住在方氏后街那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和我大哥上山之前就是在城中开铺子的。黄田儿，把灯点起。薛兆居，画眉仙人。你认得我？我在薛兆居看见过你。这个蠢货！二位，请随我来。还请仙人了结这山上的鬼事吧。你是说钟馗背鬼吧？我既然来了，就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。我是这位画眉仙人的。此人名叫陆延崇，乃是花昌县的新任知县。他是来剿匪的，我假意领他上山，就是为了帮你们根除这大患。如果你们不想惹麻烦的话，最好赶紧把他绑了，拿去喂给钟馗爷爷吃了。大人，您口蜜腹剑，心怀叵测，屡次暗算我，不会以为我真就这么算了吧？
闭嘴！西古鲁保持，你名字是父亲，同朝鲜，共朝时。不出所料，有毒。这是山寨的布局图。你身手不差，所以才敢独自上山，并不是我们想的那般贪功或者勾结匪类。哪怕是我，就算跟了上来，也无法将这么复杂的山寨情况记得如此清楚明白。请江县尉速速下山，带人前来剿灭匪徒。爪上似乎有毒，我有一枚牛黄丸，先尊服下吧。称呼都改了。先前是我错生于目，等收拾了这帮匪徒，再来向先尊赔罪。黄阿根之灵位，己亥年3月，正是画眉鸟案发生的当月。谁？我很好奇，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吓着你？大人，不会以为我真就这么算了吧？说起来，江县尉是我的属下，如今你们却愈发默契。我倒希望昨日江县尉没能及时赶到，好让你死在钟馗手下。这么恨我？我有宿疾，每日昏时需以古法施针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时辰，差点死在脚腕。我不知道。对你不知道，你若真对我有恶意，我活不到现在。但让我对你放下戒心，我做不到。你绑我出城，我利用你上山，两相扯平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我方才在外面转了一圈，打探到了点消息，说是前几日黄老二在林子里挖了几坛酒来，夜里跟他喝酒的几个人竟都死了，并且通通都没了脑袋，至此黄老二就疯了。到后来，只要3更之后落单在外面的，都轻易没了脑袋。你说，这吃人头的钟馗会是谁呢？黄榜田。
我猜你一定有很多话想问他，所以我特地把他捉来，也算是对昨日鲁莽的赔礼吧。己亥年6月间，你和你兄弟在花昌县郊外七里坡下，是不是埋过一个人头？人头！七里坡！对，七里坡！那个人头是谁的？爹突然死了，俺就下了头。你们为什么要往那个人头上做李吉的印章？这个白日不知，东朝夕。有人给了钱，有很多钱，有人拿了头。他现在疯得太厉害，根本问不出什么来。要想要切实的证据，还需制服他那迷信的阿兄。人头！人头！你做了什么？当年做假证，跟他肯定也脱不了关系。他又在此地杀了这么多人，是鬼非人，受些折磨也是应该的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是术后的虚耗罢了。你帮我吧。怎么帮你？田总脑疏而血，前3寸，刺下去。你叫我。刺下去。再用点力。政和8年5月念罢，天阴无雨，鸟雀不飞。这怎么不见了？原来钟馗将那个县令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。确实邪门。要我说啊，不是什么钟馗吃人，倒像是什么冤魂索命。闭嘴！再胡说八道，统统绑到外面去喂鬼。仙人，可有何办法破解啊？我可开坛化解。明日有证，你着人将祭坛各物备好，寨中所有人届时务必到场。哎。化为县令了！湛然常驻，无有续来。1知时故，2知魔故，3除相故，4分别空。此为清心符水，你们分别饮下，当能驱除邪魔，叫他不再来犯。来。
此女装神弄鬼，目的不明，水中必有问题。大哥，将这妖女抓起来！大哥！幸得二寨主控制局面，我有一个交易，不知二寨主是否愿意赏光？兄弟们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来，黄寨主，恭喜啊！来，这华昌县的税银啊，官路上押送的各色官饷、时间、行程，我知道的最是清楚。届时如何销账分账，我们从长计议便是。来，大人，来，干！好酒！怎么看不上我？总有一天你会知道，这世上只有懂得逐利，知道如何为自己谋划的人，才是真英雄。你还是太天真了，不杀你就是好人，是个教训。以后对敌，我要手软。这妖女目的不纯，但如今犯不上什么大风了。陆大人若感兴趣，不如收作美妾，带回去，如怕惹人闲言，你大可养在山寨里呀。妙极，多谢皇兄，此女甚得我心，杀了可惜啊！来，喝酒。兄弟们，我马这个比啊！你会不会？你敢？那我来。都给我拿下！我当谁呢？自家兄弟，还有，这些人押回衙门。大人真是好计谋。如果官兵上来了，便是你计划周全；如果没有，怕是你真跟那帮匪徒混到一块儿去了。是啊，你果然知我。不过你这么不客气，日后不准备查案了。
大不了我去找江县委。这不是搞错了呀？你们家县尊大人都在楼上啊！少废话，押走。放开我！哎呀，别动，拿出来！哎呀，走走，放开我！老实点。你们这些大人，可曾见到那匪首黄宝成？除了后面那片密林，都搜过了。你这个人很有意思，瞧着唯利是图，但又口是心非。刚才我亲眼瞧见你将什么东西喂给了那个妖女。不关你的事。老田的绣甲上常年带毒，你跟那个妖女一看就是中了毒的。你舍命都要给他喂解药，但他半分都没领情。不过没关系，只怕这辈子也领不了你的情了。这就是凶器吗？我问，这便是砍下你爹黄阿根头颅的凶器吗？原来是为了这个呀！其实呢，他嫌自己咽得气。你知道人多久会饿死吗？普通人4到5日，而他那年岁若不进水米2日足够。他死的时候面部青紫，瞪着眼睛看着我。所以你是活活饿死自己的父亲，砍下了他的头来冒充沈秀的头去领赏。想知道我是怎么刨着那老不死的吗？我就像这样，用绳子绑起，背到山上，置于木盆，连日曝晒，再引水来浸泡，使得面目完全溃烂，再将那李吉的印记烙上。李吉印记？对呀，烙个印子，坐实了凶案，才有钱拿。你要是来查这个案子的，那真找错人了。当年史前要假人头的赵承熙赵大官人，才是你要找的人。可惜啊，你不会再有机会了。你去死吧！王氏宝成于丑宁5年3月扼杀其父黄阿根，砍其头颅，做假印记后埋于七里坡，系受人指使，其人名曰赵承熙，以银钱受之，故行此举。3、5个时辰之内，他醒不过来的。可贡，你收着。你刚才为什么扑出来？你明明看见我朝你摆手，是不要命了吗？看到了，但命是我的。是，你最不必听我的。强县尉比我好1万倍，你听他的就行。
现在好了，我们被困在山底下，恐怕得等雨停了才能上去。你跟那个妖女一看就是中了毒的，你舍命都要给她喂解药，但她半分都没领情。你为什么要把解药让给我？刚才你是故意以身为饵，将黄宝成诱出来，榨出他口供的吧？这是我要查的案子，与你何干？天之骄子，宰相门生，前程锦绣，却甘愿冒此奇险。大人莫不是中意于我吧？我这个人喜欢规行矩步的名门淑女，也喜欢小意温柔的娇软娘子，唯独对喜怒无常的丰富不感兴趣。查案、剿匪都是我分内之事，希望你不要想太多，给自己徒增烦恼。还有，你这做什么？试试你方才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结论呢？呼吸如常，心跳如常，是真话，很好。从哪儿学来的阿萨办法？你可别出去找别人使。小心！没事儿，等我明天。等你明天回去就凉透了。我身上能用的只剩这个，1刻钟内会引起一些瑕疵与晕染，同时也能将毒随汗排出。你撑伞过江河，却无人来扶。这风雪千山不迷步。听若泣泪落眉间，轻声短语莫贪欢。若未相逢，何来执念？别再相见。早知一言把此生，不如初见时转身。泪落指尖，长情一去难入眠。浮生如剑，谁长短？路若是一场离别，唯有这片雪年落年年。不许看我，躺好。不许碰我！这混凝响叫人燥热发寒，随性而为，怎能如今不见效？我需要你此刻随心而行。你现在有什么想做的事吗？你就只是想给我梳头发？一堆茅草，瞧着叫人眼痛，一看就是平时不怎么打理，不像寻常姑娘。
可该像他们那样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人在这里！快叫马车上来！陆大人受了重伤。从前有一对兄弟，俱都贪财好利。哥哥为了钱财，竟能活活饿死父亲。可他不知道，他那瞧上去没什么主见的弟弟，比他还要狠。老父亲并不是被饿死的，而是被弟弟给毒死的。所以死的时候，面容才那般青紫可怖。多年后，山寨里有人中了同样的毒，哥哥瞧见了，便心生一计，索性将那些人的头都砍了。弟弟瞧见也心生一计，装作被吓疯了，弄了一出钟馗吃人的戏码。好在日后嫁祸哥哥滥杀兄弟，到时候这偌大的山头，自然就会落入弟弟手中。后来山上来了官府的人，他更是细心设计，一步一步的将杀人、埋头、做假证的矛头都引向哥哥，而他只是疯了，最多算个从犯，对吗？黄宝田。黄宝田，你竟然设计我！政和8年5月念九，天有细雨，虽不见明光，万物皆显欣欣然之貌。逐利而亡，总归是你们应得的结局。知道你会去找那兄弟俩，让他们这么无知无觉、不痛不痒的受审，我心里不舒坦。说几句实话而已，又不曾杀人，算不上什么罪过吧。若有一日我真的杀了人，宪尊会抓人吗？去哪？找江大人，让他帮我查一查赵承熙。大人，切骨之恨您大约一生从未体会过，自然也不知我为何拼上性命都要争一个真相。你还真是驾轻就熟。大人对我这等丰富，既无信任，又无兴趣，我怕什么呢？你这症状，你身边的丫头也不知道吗？为何不让她替你施针？除他人再无人知晓。可切骨之恨，其实我也是有的。我这个人喜欢规行矩步的名门淑女，也喜欢小意温柔的娇软娘子，唯独对喜怒无常的丰富不感兴趣。查案
剿匪都是我分内之事，希望你不要想太多，给自己徒增烦恼。仙尊大人，皇室兄弟死了，都是被掐死的。2个人互相掐死，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。俗世3000，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人和事，懂得量力而为，才能活得长久。整理一下，稍后还会议庄。若说2兄弟内讧，我信；但若真是起了争执争吵，怎么可能完全不发出半点声音？能避开衙役的耳目杀人，定然是个高手。加上文书楼大火，有人不想我们继续再查这个案子。大人，有人送来了这个请帖。念2日4正，百花开艳，群鸟争芳，预言邻翁相对，隔离忽近于悲。城外罗敷庄，蓬门且扫叛军来雨。赵承熙。当年史前要假人头的赵承熙赵大官人，才是你要找的人。你终于要露面了。大人，帖子都发出去了。是，都发出去了。哼，外人皆知我夫人偶发疯症，借我夫人的手处理掉他们，最是隐蔽。同我们作对，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。本官携家眷前来赴赵员外邀约。陆大人，快快请进。来了。陆大人拨冗前来，蓬荜生辉呀！口唇内侧紫斑，此人好似身中剧毒。赵员外。哦，这位是州府衙门的翟大人。认得的，追思大人，花昌县的前任县令。赵员外面子挺大呀。认识。翟路，画眉鸟案就是在他任上草草结案的，是个糊涂官，迟早要找他算账。这不是在吞海楼上题诗诋毁宰相的小陆大人吗？我劝你一句啊，这里不是京师，陆大人那些出格的坏毛病，可千万别在这里发作。要是落在翟某手上，可不一定有什么好的收梢。难道我买的消息有误？你在吞海楼上到底写了什么？一会儿跟你说。这位是尊夫人。正是。果然钟灵毓秀啊！那次在内廷招待家眷，不如让侍女引你前去。好，姑娘请。小心行事。陆大人，请。请姑娘在此稍后。莫非白？
若真是当初那只墨菲白，如今因已13、14岁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你终于来了，你真该死！赵夫人，姑娘，夫人，姑娘，夫人放开我家姑娘！你个疯女人，放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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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赵夫人，这便是罗浮山庄的待客之道。你给我滚！滚！夫人，我闻听夫人与李姑娘貌似言语间起了些龃龉。龃龉？你家丫鬟可都瞧得真切，尊夫人分明是要害人性命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夫人近日病重，神志不清，冲撞了贵客。我先带夫人回房休息，晚宴定当赔罪。怎么样，疼吗？我刚看见墨菲白了。如今形势有些复杂。赵承熙，江户府人士，画眉案案发时，他在北方做贩身的生意，没想到他就是买通皇室兄弟做假人头的人。墨菲白是本该出现在死者身边的赵母，如今出现在赵府，恰巧证明了赵承熙与凶案密切相关。赵承熙的夫人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，总是针对你。山庄里的丫鬟说他们夫人是发了疯症，还有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非要给我添堵的柴路。我认为，瞻前顾后反而受人掣肘，出其不意反倒可能破局。你想怎么破局？把画眉鸟偷出来。什么时候？天黑之后，开宴之前。戌时2刻开宴，我们约莫还有2个钟的时间。野心和会议学过我的赋予之书，就留在屋中，以防外面的人起疑。渊源，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你在此处陪着我，便没有不舒服了。白天是不是吓坏了？再喝些茶，压压惊。那边有动静，我去看看。李记印章竟然在这里！
终于醒了，今日我就要杀了你，用你的血来祭奠地下等着索命的冤魂。一人先去黄泉路，生者人间毒饮杯。你若死了，你那位陆县令该有多心痛啊！我不是我兄长的影子，也不是陆大人的软肋。我不为谁，我首先为我自己，为我这13年走过的血路，为我这13年受过的苦难。难道你不是吗，沈夫人？我在小楼里翻到过一本《春石记》，角落有一个锦字，像是落款。当年轰动一时的画眉鸟案死者沈秀，其妻姓商，闺名便是一个锦字，好巧，是不是？这真是当初的那只画眉啊，只不过是鸟市上找来的相似的罢了。如今既然有人对这只画眉鸟感兴趣，必然与当年的旧案脱不了关系。你夫人下得去手吗？要是出了差错，你当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是。那李琦的妹妹就要不行了，轮到你了。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是你的夫君赵承熙引你来杀他的。若是你夫君骗你，可怎么办？上去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你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是你的夫君赵承熙引你来杀他的。若是你夫君骗你，可怎么办？我夫君怎么可能骗我？当初是我染疫，卧床不起，都是他衣不解带，日日夜夜的照顾我，他怎么可能骗我？李琦杀了我心爱之人，这是事实，他绝不会骗我。李家死要于公，他刚刚杀了我的夫君，我的2个孩儿亡于大疫，我真是与灭门有何异？你当着我的面说，你恨他，恨他是个杀人犯的妹妹，你要抛弃他，他会孤独悲惨死去。我说不说这样的话，你都没打算让我活着离开。既然都是要死，我偏不说。上去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有意思。口头上说几句软话多容易啊，但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呢？你为什么就是不肯？因为他根本不是你所想的那样。他即使蒙冤受屈，仍拼上性命争一个真相。纵变其身，也如飘絮浮萍，家破人亡，无所依仗，却仍愿收养旁人的孩儿。他是你这种不分青红皂白、心思报复的人永远不可能理解的。他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谁生谁死，还轮不到你来做决定。就一起死吧！
没动静了。是你杀死沈修，嫁祸他人，后又夺人妻子，如今再唆使商姐杀我，好将这段往事完全掩埋。你有证据吗？你为了引我上钩，叫商姐将此物放在墨非白龙的侧旁，再涂上使人麻痹的毒液。当初那人头上作假的印记，便是李杰的印章所致。你们少装神弄鬼！沈修不过是个替我养鸟的奴才，也敢跟我抢师上人，我杀了他又怎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你也是。你终于承认了，夫人。13年前，就是你杀的他。夫人，这么多年来我对你，信我爱我，但凡我的要求你无不满足，可只是因为这样你就觉得我一定会信你所说的话，替你去杀人？你不会觉得自己太过于天真了吗？帖子都发出去了，这些年我一直装疯扮傻，就等你何时才会露出马脚。最是隐蔽。配合我演戏。我认为瞻前顾后反而受人掣肘，出其不意反倒可能破局。你想怎么破局？商姐，我要被小人蒙蔽利用。当然，可将瑶儿配合我。他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你大约也不知道自己早已被你所爱之人投毒多年，体内毒素累积，命不长久了吧？此香名为相思苦，能叫人陷入幻想，见到此生最快乐的场景，心驰神往，不会再有动手之理。赵承熙，你认罪了！阿姐，你原谅我了，对吗？你以为我忘了？我只是在等着你死。正和8年6月初1，晴有风来，恩仇居民，有话催着。你不能死，你要活着把这一切真相都说出来。为什么？一个杀人凶手当年没有审明，难道觉得10几年后就可以吗？我只信我自己，只有手刃了他，我才可以放心的去死。死了？你死了吗？我为人感到野心和回忆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那是我的孩子。母亲的直觉真可怕，是不是？谢谢你替
替我照顾着他。你把他们照顾得很好，他们看人的眼神仍旧澄澈天真。我的世界不同。还有件事，跟着我飞来，就是当年阿雄豢养的那一只。凶案过后，他自己又飞了回来。我骗赵晨曦是从鸟市上买来的。这个，你拿着我的帕子，只要你拿着帕子，他就会跟你走。在这世间做人，死一生难。我如今要去寻那条捷径管道，望你能再往下走一走。先出去再说，走。玉石与水，这人身处高位，却必将拉你沉于泥淖，你难道不怕吗？如果报仇的代价只是一条性命，那我已经占足了便宜，又何来惧怕二字？一盘十二王。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时辰，差点死在脚腕。你绑我出城，我利诱你上山，两相扯平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十郎乃我命中避不过的劫数。昨日你绑了我，害我错过时辰，差点死在脚。等下山之后，我二人最好是泾渭分明，从此互不相干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会害死我的。幸好这姑娘机敏，拿手抓剑卸去了大半的力道，死不了的。你猜是谁要杀你？翟路，这赵胜熙不是祸首，他背后还有人。这案子只怕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的复杂。他快醒了，你也过来喝杯水吧。跑那么快做甚？姑娘，你可算醒了。罗浮山庄呢？旧的碗都烧完了，人和东西都没有剩下什么。罗延宠呢？他连皮都没破一块，倒是姑娘为了救他而受了伤，他自己反倒溜达出去了，也不受来看一眼问一声。哎，这鸟还怪有灵性的，我们回来，它也跟着飞回来了。
安安静静的，也不吵闹。李姑娘，昨日后来怎么样了？当时你已昏迷，县尊大人命我先将你带回县衙。听说出事后，翟禄先行下山了。我原先以为翟禄只是在任上误信了贾政，此案罪魁乃是赵承熙，他不过是失察之罪。现在想，这杀人栽赃的背后，还有一丝隐情。翟禄，沈修不过是个替我养鸟的奴才，是我杀了他又怎么样？既然来了，就别想活着出去。翟禄当时就是知情者。我找到了。13年前，翟禄正任花昌县县令。起来吧。所有案件细节他最为清楚不过，他刻意隐瞒包庇，现如今还杀人灭口，他应该就是这一切的幕后推手。我们没有证据。想要知道翟禄是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很简单。江县尉，你愿意陪我去个地方吗？好。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路边见到，随便买的。我原以为你是冷眼旁观之人，与这世道同流合污。可如今我才知道，你是个敢为之人，我敬你，也仰慕你。若命运宽容，我多想你不必如此伶仃。此香名为相思苦，能叫人陷入幻想，见到此生最快乐的场景，心驰神往，不会再有动手之力。你就这么让人姑娘走了？我瞧这姑娘不错，烈性仗义，找什么呢？书架要翻了。白云老人传，你什么时候对修道感兴趣了？你知道白云老人？白云老人那可是真神仙，你认得他？那若是他金口直断之时，能不能更改啊？真神仙说的话，你说能不能改？我得改个名字，尤其是言辞，不能要。陆大人，您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上了官牒文书的，但凡脑袋在肩膀上顶着这名就改不了。你瞪我干什么呀？人姑娘救了你，你偏不理人家，这会儿人走了，你朝我发起疯来了，什么毛病？哎，怎么又不把话说完就走啊？大人，大人怎么忽然对黄白之术感兴趣了？最近倒霉事情太多，去会去。啊，对了，大人，你对翟禄知道多少？罗浮庄那场大火来得蹊跷，当晚那支箭也很蹊跷。我怀疑翟禄这件事情你不必同我多说，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江春。李福渊，我知道你身负冤屈，但这世上不只有你一个人有冤屈，你不能要求我专注在你一个人的一起旧案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了，抱歉。
你伤还好吗？还好，并未伤在要害。多谢舍命相救。大人太客气了，你也救过我，并未欠我什么。切骨之恨，您大约一生从未体会过，自然也不知我为何拼上性命都要争一个真相。切骨之恨，其实我也是有的。你的兄长也是为我开蒙的恩师。看为贤，我限于什么？看为止，指的是什么？是我同他的缘分，还是他的性命？我若继续接近他，看为水为家有。想不到，我这辈子也会因鬼神之说而畏手畏脚，裹足不前。李福渊啊，李福渊，你真是我的克星。李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无妨。有人在跟着我们，我知道，不用理。用甩掉他们吗？走方室。多来几个吧。这家。你说的地方就是雪兆居。大人，他们去了雪兆居。对。李福渊，你究竟藏了什么？让我瞧瞧，到底是不是你，翟禄？翟禄这杀人放火的勾当，未免做得太过高调。我们手上还有旧证和人证，他不过一个州府的追司，当真以为能为所欲为了？听闻梁大人要上任御剑司使，近日要回巡海宁，他素有梁青天之称。若有他来主持此案，相信胜算更大。我费了这么些功夫，便是在等他来。如今就看这翟禄上不上钩，咬不咬饵了。你就是李福渊？你们是总领衙门的？我们奉命前来捉拿劫持范继礼、杀死赵承熙大官人的人犯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妖女。当年翟禄在花昌县任县令时，便与范继礼多有往来。你是说？大人，快去救救我家姑娘！那个范继礼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，还带了总理衙门的人来抓姑娘，如今已经被一起抓回衙门了。干什么去？县尉大人，你是官审，只能将你暂时羁押于此。奉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落个渎职的罪。大人受点委屈，我们一起去总领衙门探个虚实。三爷，请三爷出马。文书楼起火时，我知道您保存了旧案的卷宗。水来！快救火！案卷文书都在里边。可见您并非对一切视而不见，
如今苦主就在眼前，却遭遇不测。若您不此时出手，那这冤案就有无昭雪之日了。登堂！下跪何人？民女李福渊，清河县人，久居花昌县雪照居。你身负3案，强掳范季礼，关押囚禁。由于日前烧杀赵承熙、商锦夫妇，皆有人证，你抵赖不得。那这第3案是什么？13年前月华街大火，将5方19街尽数烧毁，而那火并不是平白无故升起来的，纵火的人就是你。翟路，你果然与整件事都脱不了关系。大人说什么？你既然矢口否认，那我们便一桩桩的来验看。带范季礼。海宁郡范季礼见过大人。范季礼，你且看清楚你身边的这个女子，她是什么人？同你状告之事有何干系？此人叫李福渊，自称画眉仙人。前日里就是他将我诓骗至囚外，然后囚禁折磨。我这手指就是被这妖女砍断的。要不是大人英明着人施救，我只怕是要死在里面了。等我出来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妖女居然找了具尸首冒充于我。李福渊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，我与范员外并无交集，实在不必这样害他。你明明是恨透了我，非要害死我呀！此话怎讲？只因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清河来的术士李福渊，他便是10多年前花昌县画眉鸟案杀人真凶李吉的幺妹儿李媛儿。大人，这范员外议政愈发严重了，竟将我无故说成那我并不相识的人。我自有方法。大人，李媛儿身上当有一处标记，不仅能证明她的身份，还能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桩大案。哦，且细细说来。李吉问斩后，我念李家孤苦，便去探望，想帮衬帮衬，补贴一些，却瞧见李府着了大火，有一个小女孩跌跌撞撞跑了出来，神色惶恐，手臂上还有一大块被我烧伤的红痕。你是说我便是当年那个小女孩？凭借相貌，自然无法认定。但是自从你绑了我，非逼我承认我害了李吉，你说你不是当年的李媛儿，还会是谁？你敢不敢当堂撩开你左边的衣袖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手臂到底有没有烧伤的痕迹？就算有，也无法证明是当年大火所致。我如上月掌灯时不小心弄伤了手臂，也成了李媛儿了。那这海宁郡内怕是有上百个李媛儿吧？翟大人，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，请让他撩开衣袖，让我们看一看。你不敢，莫非是心虚了吧？来人，是验。我能证明，她不是李媛儿。崔老，咱老儿陈州崔氏崔三见过翟大人。你说此女并非李媛儿，有何证据啊？当年月华街李家大火，我曾前去敛尸，当时后院便有2具尸首，经辨是李氏、李老夫妻2人，颌下有痕而口鼻无尘，应是起火前便自缢身亡。前面
还有1具骸尸因浓烟导致窒息而亡，和李元儿年纪相仿。这包裹中便是当年那尸首身上的物事，请大人便看。崔老儿，你怎敢胡言乱语？他明明就是当初的李元儿。范员外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这可是我10几年前写下的验尸记录，上边还有公谢的印章。莫非我当年便和这妇人一起串通作假不成？够了！多谢这位崔爷替我说了句公道话。范员外，你神志恍惚，大约真将我当成了那个恶人，我并不怪你。你既坚持要看我的手臂，那便看吧。大人，民女还有嫌疑吗？你或许真的不是李元儿，与画眉旧案也无关。但前日里罗浮山庄赵氏夫妇身亡一事，本官就在现场，你绝技脱不了干系。哦，大人莫不是还有证据？待现场清理完毕，我自会找到证据。来人，将此女押下去，容后再审。押不得。陆大人，你不在花昌县好好当值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翟大人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将我有孕在身的妻子羁押在此，我就不能来看一看，讨个公道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夫人，婚书聘书皆在此处，请大人过目。呈上来。我二人3月前已于我夫人的家乡清河县成亲，如今她已有身孕月余，为修身养性，在雪照居休养。既是官眷，便不能押在宫县。况且我娘子有身孕，受不得奔波劳苦。翟大人若是不放心，便在这县衙附近寻一个住处，我与娘子暂歇。先说好，须得临水，得风景好，还得南北通透，最好在僻静些。放肆！不敢。翟大人如果觉得麻烦，也可以让我们先回花昌县去，待到有实证之日，再将我们召回来也不迟。还是说，翟大人您怕我们跑了不成？我谅你们也不敢。走吧，夫人。大人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在我受审期间，我会尽可能拖延时间，届时江大人可在衙内寻找翟路的相关罪证。总理衙门账簿果真有猫腻。多谢大人。事机从权，一切放心。等此件事了，必定替你改头换面，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择婿另嫁，一定不会损伤你的清誉。多谢大人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同我撒下这般弥天大谎。大人，李姑娘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啊，那劳烦崔老带着姑娘先回县衙。李姑娘，请。大人。
好个华长县，县令抢人，县尉拆房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。少了什么？这还不快去追那江春！是。厉害，浪家！是。快！崔老，多谢您的庇护。那具所谓的尸体，应当不是个小女孩，而是一只小黄狗吧？现在想来，县衙里那具假饭几里的尸身被烧，应当也是3言默许的。查这种旧案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暗中相助，只是望你不要因此事而落罪，早日忘记前尘，做个自在的人。那为何你现在又愿意站出来了？因为有人求我。什么？没有什么。你的手臂为什么没有烧伤？我也觉得奇怪，范季礼在公堂上如此笃定地指认我，可见他描述的那日情形不假。他确实见到了一个被火灼伤手臂的小女孩。你是说？正是如此。我虽亲眼见到了父亲母亲的尸身，可那日火势太大，我并未进入家中，因此没有被火灼伤手臂。若范季礼见到的那个小女孩不是我，那就是说，那日大火烧起来前，家中还有另一个孩子。这几日怕是不能分房，翟路少不得要派人过来盯着。你在想什么？江县尉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倒是时刻都很关心他。他也是为了我才会得罪上官的。我大白天当堂当面触翟路眉头，难道我就没有得罪上官吗？这世上不止你一个人有冤屈，你不能求我专注在你一个人的一起旧案身上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明白的，多谢大人。李福元，李福元，你今日没有上药。我没有力气，也不方便，横竖等明天也没关系。你宁愿痛死，也不愿意跟我说一声吗？大人为了救我，牺牲自己，也是出于公义。我知道，大人不喜欢与我这样的女子打交道。我若还是娇气矫情，岂不是显得太不识相？我什么时候？罢了，躺好，给你上药。你身上怎么这么冷？抱歉。进。我不知道李姑娘在这里。我在这里，你就可以随便闯进来吗？江大人是有什么收获吗？确实有点发现。是什么？这是州府衙门采购的账簿，4日前购入桐油、火油，共计36斗，这数量绝对有问题。桐油、火油，共计36斗。桐油、
罗浮山庄的大火。正是，那么大的府邸，即使有山风作用，若想顷刻烧起来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猜测他们事先将助燃之物暗中运往了山庄，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13年前的那场大火。好狠毒的手段！翟禄在州府衙门多年，衙门这一路只怕是走不通。我们即使手握证据，又应当要去找谁？梁安道。道。逾月前，梁安道自浙北出发，一路向南，按传承算，不日应到海宁。州府衙门届时会派人在秋水烟迎接。我们要在秋水烟官驿找到梁大人，将翟禄纵火的相关证据呈上去。正是如此，我如今已被翟禄盯上，还得劳烦江县尉奔走一趟。他什么时候做了如此周密的计划？政和8年6月初2，天佑晴，百事待兴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有个小乞儿送来，说是给我的，真稀奇。这怎么这么多钱啊？收着吧，就是给你的。姑娘知道这是谁给我的呀？你也马上就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去我屋内守着，一会儿陆大人如果问起来，你就说我不舒服睡着了。是。京春应该已经引开盯梢的了，此事不能再牵连他人，找梁安道必须靠我自己。姑娘睡着了。他人去哪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他单独行走很危险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没办法帮他。无卫时走的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不出大人所料，那江春就是个幌子。他走之后，姓陆的和那女的也出了城。人手备好了吗？是，已在出城的路上。李杰的这个妹子挺有本事，和姓陆的沆瀣一气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回他们怎么脱身。你拿出的那张水路行程图是假的，你利用江春引开翟禄的人，是想自己去找梁安道。你有计划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？你好像很生气。你可以一句话调走江春，也可以将我蒙在鼓里，自己擅自行动。李福元，在你心里似乎就没有信任这回事。无论我跟江春做了多少事情，你都可以将我们当成陌路之人，随时丢弃，是吗？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计划，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们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我能替自己翻案，与旁人无关。旁人？本县令就是人证。今日4时一直到1刻钟之前，仙姑姐姐一直在我榻前相伴，半步都不曾离开。婚书聘书皆在此处，请大人过目。您将我有孕在身的妻子羁押在此，我就不能来看一看，讨个公道了吗？旁人。
心如冰如铁，根本就没有半分常人的感情，我就不应该帮你。我不需要谁帮，也不需要谁救。你说开始就开始，你说结束就结束，未免太过霸道。我就要跟着你，你待怎的？我也不需要谁帮，也不需要谁救。我乃花长县县令，何人在此拦路？杀的就是你！就不能让此人接触到梁大人？怎么有两路人？是那妖女，追！不管你是哪路仙姑，今日必是你的死期。别让他跑了！别跑！追！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，乖乖受死吧！即刻汇报给大人。走。林夫人死了。是，不知道哪里来了另一拨人。那女的自己先跳下了山崖，尸骨无存。另一拨人。过来，今夜再调几个人进内府，加强巡查。若有人来，就地拿下。是。县尊大人，县衙里的衙役都派出去找姑娘了，野性和会议也去了，目前还是没有找到。知道了。今夜漫长，翟某恭候多时了。我有私诏与翟大人清算，刀剑无眼，不想死的都给我滚开！大胆刺客，夜闯总理衙门，还敢口出狂言！给我拿下！那边得罪了。是。你想死啊？就都别活！疯子，疯子，杀了他！快过来！你是疯了吗？救！对，别让他跑了！快快走！你们几个去那边。好，这儿好。你疯了！死了个李福元，你还要去那里给他陪葬吗？我很清醒，我这辈子从未这么清醒过。翟路那里那么多人，他已经有了防备，你今夜肯定杀不了他的。知道，你知道你很……他是为我死的，他总是很冷漠，不承任何人的情。只有我能替自己翻案，与旁人无关。还喜欢
欢对人说狠话，但如果不是要为我引开那些人，他不会掉下去。你说多奇怪？我接近他，他会不行；我避开他，他也会不行。好像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不能令老天爷满意。既然如此，无论是他死了，还是他活着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那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？什么事儿？陆言愁。我就消失了半日，府上怎么空无一人了？别点灯。您发烧了？你是昏昏来我梦中了吗？点了灯你就要走是不是？白天你为什么同我说那样的话？陆大人，坦白说，我最初就是想利用你，借你的事。我要走的路从来都不是你能为我选择的。世间所有圆满都深藏遗憾，心头已许作绝爱，再无相思入梦来，待一切花一你大爷是不会伤心。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也只有靠装疯卖傻才能对你说，对你做。不过没关系，过了明天，你一定会没有后顾之忧的，好好活着。
照我昨日说的，分头出去继续找人，这里不要留人，一个也不留。有劳了。这位梁大人不在观议，其余各必经之路也没有任何踪迹。一个堂堂2品大员，竟能无端消失了不成？李姑娘，姑娘何事如此急匆匆呢？怎么是你？哈哈哈哈！今日得了好茶，老夫再请你喝一杯。对了，老夫还未自陈名讳，在下梁安道。姑娘不必多礼。原来大人早就微服到了花城县，不出来走动，不就成了聋子瞎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了吧？那我来干什么？一把年纪了，游山玩水吧。李姑娘，我们已将证据呈给梁大人了。我都看到了，未曾想到一桩陈年旧案，其中竟还有这么多的波折：杀人夺妻、伪造假证、嫁祸他人，当真是一环扣着一环呐！我知道这话来得迟了些，但总希望不会太迟。李姑娘，委屈你了，我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多谢大人。好了好了，这下我可算有个交代了。姑娘前日里掉下山崖，可把我们陆大县令给闹急眼了，非得催促我来找梁大人。我求你件事，我怕江春没那能耐找到人，梁大人那边……好，我答应你。是他让您来找的梁大人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从我掉下山崖到今日，他一举一动可曾有过什么异常？翟大人到。翟大人这么快就来了？他昨夜刺杀，今日还将人都遣了出去。哪怕真觉得我死了，他也不能做这么自不量力的事。他昨日刺杀可有留下什么证据？譬如身上的痕迹之类的。陆元崇，果然是你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的胆子有几斤几两，翟大人还不清楚吗？他是要引翟禄来找他，他究竟要做什么？诸位，我便是昨日行刺翟大人的刺客。来呀，来拿我呀！老夫有一猜测，京畿之外，如有2名7品以上官员遭暴卒或死于非命者，不可原地一审，应发回大理寺重议后审。如陆县令与翟禄一同出现意外，就算老夫不来，这桩案子只怕也是不得善了了。一旦上承京畿道，翟禄在海宁，那朝中的关系便也使不了。事情一旦闹大，自然就保住了李姑娘，确保画眉鸟案不会再被压埋。不过李姑娘也不必过于忧心，可能是老夫猜错了。这世上真有人会为了一桩陈年旧案，用自己的前程与性命作陪吗？
把他给我拿下！慢着！翟大人，有一些话好似不方便让旁人听见，譬如罗浮山庄时。都在外面等着。是。请。我劝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挣扎了。如今那个女子也死了。不错，人已经死了，万事归空，什么都不曾剩下。坐。我见过李吉，我到任时，画眉案还未发，李吉字好，学问好，在县衙兼任过几个月的文书，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。你和他有点像。像啊，我以为翟大人依附当朝宰相，而我在吞海楼上写了那篇得罪宰相的诗文之后，翟大人厌我的紧呢。你在这条路上走久了，就会明白，为官为人都没有非黑即白的道理。想要做一些事情，就必须要放弃一些原则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翟大人今天对我说的话可真有意思，只不过我跟李姬一点儿也不像。一个女人还不至于让我要死要活的，但昨天我若是不整那一出，那翟大人恐怕也不会这么轻易露面。有些事只能等我2人会面密谈。你想要谈什么？大人对我了解不少，应该知道我不是什么蠢人。我此番帮李吉的妹妹翻案，也是想搏上一搏。我赌着画眉鸟一案在海宁的影响，争他个清流清正的名声。但现如今人已经死了，没了苦主，这案子怕是翻不出什么水花。想要在仕途上更进一步，少不得得另谋出路。因此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。翟大人，此次来我是来向您投诚的。哼，空口白话。既然敢与翟大人坐下来谈交易，自然不可能没有诚意。此处皆是与罗夫庄画眉鸟一案有关的证据，从不曾示人。大人在海宁这一带根基深厚，虽不知怕我告发，但这样的把柄落在旁人手中，总归不妙。如今我将之交还给大人，算得上是足够的诚意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虽说罗浮庄被烧了，但赵承熙这些年的家底不可能全没。我要那宅子、地、西北深山的路子，这不难吧？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。我拿下这份产业，大人并不是全无好处。我将这么大个把柄送给你，今后我们同气连枝，互相照应，这样大人岂不是放心了许多？我做了许多事，不过是求一份利，求一份前途。大人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了字，我们今后便是一条路上的人了。
这是什么？这怎么还有一张能定你罪的东西？耍我！我的。陆延崇，陆大人，来的正好。看见那边那个盒子了吗？金手所致，应该不会被烧坏。拿走吧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能还你兄长清白的证据。转头出去，不要看。他这是要死，你不管吗？啊！只有你二人一同死了，这案子才能成为铁案。况且，这藤油引线都是他备下，与我无关。好，可怜人意，薄如水。愿你自此如愿有意，再无不可取之处。站住！御见司使梁安道大人在此。翟禄，江春送来的证据我都看了，你的人我也压下了。10多年前，我入京述职的路上认识了你，你险些得误症死在路上，但却不肯回城。一问才知道，是为了官亲强佃人田，使人家破人亡。你一个舒比利，竟敢揣着状子，胆大包天上京告状。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如今你变成这样，你有什么面目见你的妻儿老小？那就如此吧。当年赵承熙给我送银子，我做定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便当知道会有这一天了。大人，你也不当问我如何宦海浮沉，清浊一体。我就是不收他的银子，也免不了要收别人的银子。我若是不肯跟他们沆瀣一气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东风谬掌花拳柄，阴威一调压千金。你当初敢在吞海楼上这么写诗讥讽当朝宰相，冒的就是掉脑袋的风险。看你今天的作为，定然也是不怕死了。
只不过胆子大的人不一定会有好下场。没想到啊，当年放走的一只小小的画眉鸟，竟然成了破局的关键。当真是天意从来，高难问呐！政和8年6月初3，天阴逝俱往矣。快将匣子拿出去吧，我骗他在口供上按了手印。梁大人看起来与他不是一路人，这案子能赢。好。你先锋一步，乱我归途，寻了几度，不知不如。我想要你对我自私一些，我想要你对我要求的多一些，我想要你不要将我看得与旁人一样。我对你说过很多很刻薄的话，我很后悔。我以为我只要离你远远的，玉石而亡的谶言就永远不会实现。若是初见时转身，不盼永恒，可知一眼把余生有缘无分。浮生如戏，谁长短，人海各两端。原来最痛不过是一场离别。唯有这片雪，你哭了。别哭了，伤口崩开了，疼吗？刚才有些痛，不过瞧见你哭了，我又忘了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留了后手，不论今天梁大人来不来，我都不会有事。你看我像是那样蠢笨的人吗？你又骗我！我几时又骗你了？你从前骗我说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现在又骗我没有要为了我去死。陆彦中，我们不要再去管什么世道，什么谶言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为了我死，但我想为你活了。唯有这片雪，年年落年年。唯有这片雪，年年落年年。画眉鸟一案，我本已暗中了解过，案情基本已清楚。二位且放心，我会尽快重审。多谢梁大人。多谢梁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瞒着你，本是为那谶言，不想牵扯过多。现在确实也无所谓了。我原籍洛阳，家有博才，但身体不好，从小就做女孩打扮。我是次子，上面有哥哥，
下面有受宠爱的幺弟，家中本就不怎么重视我。当时我家有个表亲在华昌县，家中便找了个理由，将我送来华昌县休养。我那会儿攒了些私房钱，便请表亲替我请了个开蒙的先生。不觉晓。我表亲挑来挑去，选中了李记。我哥的淑修确实比较低廉，且也只有他才乐意收穷苦人家的女童。正是如此。虽然我在学堂不过短短6、7个月，但每一天的日子都记得很清楚。我知道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是啊，那几百日里，但凡我看过的书籍、画册、文稿，如今没有不一一印在脑海中的。先生虽然只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，但又何止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？原来许多读不懂的，慢慢长大之后，便也就懂了。这才知道，什么叫做旷世通达，融会贯通。我那时候爱玩，不爱读书，所以很少去书院。我们碰到过吗？但人人都说二小姐是个小霸王，淘气鬼。那时候我每次碰见你，都会远远地躲开。后来呢？后来，画眉鸟案发后，我们这群幼童也俱被遣散，书院的书册等物皆被上缴。我听闻老师被定罪，心中十分难过。但当时我不过垂条之龄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再后来，就听说先生在狱中自枪了。过了1个月，我那表亲要去京城做生意，带我一块儿走。我便想着再回书院看一看，正好我还有些碎银，可以拿来交给先生的家人。谁知，便见到了那一幕。后来我读书，科举做官，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回到这里。我想要搞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不相信我的先生，你的兄长，是会杀人作案的凶手。好在梁大人已经应允，此案不日便会重审，你且放宽心。这10几年的风霜，总有彻底融化的一天。早啊，崔三爷。崔三爷其实是认得我哥的吧？崇宁5年有过一场虫灾，县衙卷宗文书都被蠹虫所侵。你兄长来县衙帮忙修补誊抄文书，我们算是做过3个月的同僚。当初他被定罪的时候，我应该为他说几句话，但我当年却没有这个胆量。梁青天果然不负其名，短短几日，把崔老保留的卷宗以及画眉鸟案其余证供已全数整理完毕，只待过堂了。梁大人知晓了我们的身世，很是同情，许了我们良籍，还给了我们本金。今后我打算跟会议离开海宁，去京城做点小生意。听梁大人说汴京繁华，我也想去瞧瞧。哎，听说你有望升迁啊？确实有望升迁兵卫司。我丁忧期已满，也即将启程回京了。岑仲伯伯，你也是官啊？唉，你们都走了，就剩我们俩了。你才刚上任，就好好待着当你的县令吧。你看着他些，省得这个人再发疯放火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，云雾中散。我这一回不是等人来救的雏鸟，我也是飞隼。
是猎鹰。陆县令，李姑娘，你是梁大人的随身护卫？大人叫我来给您送一些上好的伤药。有劳了。还有一句话要我带给你。什么话？下次作死时，想想自己的皮够不够厚。替我谢谢梁大人。他右臂有伤。春眠不觉晓。我们从前就坐在这儿。先生的案台总是很乱，但只有3样东西不变：鸟食、文章、果子酒。过来。说起来，这石髓还是先生赠予我的。你书背的不错，讲你个东西。为什么送我个石轱辘？我看这石头颜色有趣，你名字又有一个石，我圆了送给你玩。还有一个呢？这个我拿给我小妹去。怎么了？这石髓是我兄长给你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妥？原来他是要告诉我这个。我兄长口舌悲歌，十指尽折，说不出也写不了，但他把石头攥在手里，原来是想告诉我，你是整个事情的关键。我？但如果你是整个事情的关键，这件事情仍然很蹊跷。你追查此事多年，看过的文书案卷无数，怎么会一无所觉呢？除非这个关键线索藏得很深。当年书斋里幼童有17、18个，为什么偏偏是我呢？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你和其他孩子有什么不同？但凡我看过的、读到过的，轻易忘不了。那几日，或者说是那几个月，你都做过什么？又或者有什么机会看到过什么不太一样的东西？先生讲课很有意思，一点也不枯燥。但要说课上能与小童说什么牵扯人命案的关键，可能性不大。你除了上课，还会做些什么？睡觉。你怎么不去玩啊？没意思。的确没意思。我给你找点有意思的事做。既然不去玩，那就抄书吧。抄书？抄了什么？有老师自己的诗篇，还有一些对于杂事的议论。不是这些，还有什么？
有一份东西，我没有找完，但是我读过。是什么？这份不用抄。不是文章，那是一篇谏言书。这谏言书竟然是写给他的，所以13年前，最后令他蒙冤致死的原因，就是这个。他为天下写下忠言，却被你葬在无声里。我这一生风雨流离，不是命，而是你，是你用贪念写下了我一生的血书。那就从现在起，让我来改写它。有人。大人，属下从李福渊那回来了。那个李福渊应该是发现你了。你是个聪明人，自己解决吧。梁大人，伤都好些了吗？皮肉上已无大碍。今日我与福渊是专程来拜谢梁大人的。何时才能吃上你二位的喜酒啊？这正是我与福渊来此的目的。施琅的父母与亲远在清河县，我家中已无亲长，因此斗胆想请大人纡尊做一回主婚人。这有何不可啊？你说我们到了汴京该做些什么好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到时候再看吧。撤！那太好了，3日后6月初7，正是我兄长的忌日，我们想以喜冲哀，也好忘却前尘往事，重新来过。大人觉得如何呢？李姑娘果然活得通透，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。这不是张县尉的马吗？政和8年6月初3，云泛风，晦明相交，为不定之数。无尽烛火余生，花谢更春季。人之魂来。那几个人没了踪影，
祝延崇和那个女的有什么反应没有？并未见。从衙门传出来的消息，知道是崔三告假，江县尉出城办事去了。大人放心，我等日日在外监视，他们看起来并未注意到这几人，应该在用心筹备婚礼。如果你就此停下，不再刨根问底，先生的罪名也能洗脱，是不是就可以？如果我不再追究，你难道会就此停下吗？怎么身上这么重的露水气？昨日没睡好，出去逛了逛，原是想宽慰你，叫你不要害怕。如今看来，竟是半点不惧。而今之举，不为权、名、利，为此后含冤而去者，不必如吾兄；为此后蒙冤而活者，不必再如我。什么日子呀？请心腹下轿。请心腹脚下慢。请行。共赴丹池，清吉平安，千岁永离。跨鞍，一马一鞍，新人马鞍平秤过。千金富贵荣华过百秋。坐帐，夫妇和谐常保守。来来来，喝！好好好。这是我今日与二位的贺礼。
恭喜呀！梁大人，何进九州？为什么？道术修身，但若修行不当，也会伤身、伤神。李姑娘或许就是这种情况，因此新婚之夜发起颠来，杀死新婚夫婿后自枪身亡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。梁大人，方才您有句话说的不错，论修道、方术，叫人如何动弹不得，您确实不如我。你们早有准备，李夫人，不，李元儿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来的人，一个都不许走，通通留下，旁听此案。诸位，我接下来要做的事，想请各位在此做个见证。今日之事，我一人便足矣。你愿意陪我赴死，是你的情谊；但我若真让你死，那我便不是李福元，而是我兄长的影子，是这乱世的玩偶。新婚之夜，夫人，你们不愿我发声，不愿我活着，那我便做。你们说我是妖女，是匪徒，是谋逆，那我便是了。但我自审清白，不用对得起你们任何人。陆夫人，李姑娘，您告官已然犯了大罪，你居然敢私设公堂，那可是要杀头的呀！已经无妨了。诸位这几日想必已经听说了画眉鸟案的真相，今日在这里，我们将整件事情明明白白地说清楚。13年前，商人赵承熙觊觎幻鸟人沈秀的妻子商姐，想出了一个极其恶毒的主意，将沈秀骗至郊外，残忍杀害。后又恐事情败露，便贿赂了当时的县令翟禄，生生做了一桩冤案，构陷我兄长李吉为凶手。这便是各位听到的事情真相吧。但我方才所说的，并不是整件事情的真相。我兄长李吉，并非因沈秀而死，与之相反，幻鸟人沈秀是因我兄长李吉而死。对啊，李姑娘，你是不是服了什么丹药，神志有些不正常了？先是将我们困在此处，后又发了些胡言乱语。你兄长不过一个普通举子，并未入仕，说他就是倒霉，恰巧被人构陷，那还说得过去。若是说有人为了要害他，还故意去杀了个人，这太匪夷所思了。倘若构陷他的人位高权重，又胆大包天呢？哦，那年天气阴湿，日晒不够，楼中多疏度，文书案卷有许多破损。我兄长李吉因写得一手好字，得聘做了几个月的候补文书。便是在那几个月里，他慧眼如炬，瞧出了许多旁人瞧不出的东西。一介书生，能看出什么来？自元符2年至崇宁2年这5年间，花昌县共计命案大案67起，无一悬案，其中有42起是在3日内完结，故而当时在任的梁大人被称为梁青天。但这42起案件中，多多少少都有些疑点，不是证供不足，就是有细微的矛盾之处。
他当时自然没有怀疑这梁青天的圣名，只是觉得心中有疑。李姑娘，你莫非说这些案子都是梁大人造的假吗？正是如此。梁青天，他发现了此事，并没有想着揭穿，而是将这些写成了一篇见闻，企图劝诫上官。也正是因为这篇见闻，要了他的性命，梁安道因此找上了赵承熙，这才有了沈秀之死、画眉鸟之祸。空口白话。此事已经过去了10数年，我一时片刻确实找不出什么实证来。但是大人，我知道从律法、程序，我似这浮游汉术扳不倒您。但您别忘了，人言可畏。此处宾客、乡绅、富户、商贩、士族，各皆有之。我已将我兄长的谏言抄录了100余份。此间人之口，外间人之眼，加之我今日民审官的大逆之举。梁大人，您觉得您是否能平安过这一关？哼，原来你们是想这么做啊！不错，不错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但此刻我也放心了。原来你们是想这么做啊！不错，真是后生可畏呀！但此刻我也放心了。你知道我们今日要动手，所以故意。你是想让我们将底牌都亮出来？聪明的姑娘。那你现在动手，是想要？不错，只要这里的人全都死了，没有人再说闲话。啊，梁大人，你干嘛？少杀人了！出人命了！不急，一个一个慢慢来。不过我还要多谢你，李姑娘，你的画眉幻术在花昌县颇具声名，因此这些人死在你失控的画眉幻术下，也不算奇怪。你说是吧？我早料到你不想连累我，我哪能不防着？夫妻结发恩，生死共依存，这种时候，莫想撇下刚跟你拜过天地的夫君。你们觉着我是恶人吗？我出身不一，无祖荫庇护，亦无显贵提拔，若按部就班，做那么个太平地方的小县官，需多久才能得擢升？需多久才能为更多人做些实事？我离任之后，在别处任上，有多少实际？有多少民众诚心感激我这父母官？我提拔了多少有才干却无背景的官员？我为这冗员的朝廷做了多少？你们可曾知道？现在却平白来指责我从前的过失，你们岂不是短视？一度佳偶，可惜呀，明月照沟渠。你同那李吉一样，没有那福分。上！时政在此。江大人，梁安道已察觉我知晓了实情，你可就计出城，秉出案上，再帮我寻得一人，作为最后的赌注。告诉他们，
你是什么人？妾身姓华，乃是追思翟禄的妻子。梁安道，我与几个儿女落在你的手中，你要挟我父自强为你顶罪，事后又要杀我们灭口，真是好歹毒的心肠。我有户籍文书可查，姓甚名谁，自能查证。梁贼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实证。实证在此。崔三爷，您最清楚当年之事，而今此机难逢，望您以假死之名，助我揭开这阴霾。此信就从范季礼家中暗格内取来，这也是你当年指使他污蔑李吉、伪造证据的那封匿名书信。梁大人，唐君子不妨小人，你邀范季礼来参加喜宴，本就是想连带着杀他灭口。而此时我去他家中，他家人自然会将他拿来保命的底牌交予我。此事虽已过10数年，但是当年事发突然，未及找人代写，这书信就是你的笔迹。实证在此。沈夫人，野心会议待在我身边，恐有性命之忧。两安道用人我已查实，均是些山匪莽夫，只求报仇。如今，您可与您的2位爱子团聚了。这便是我相公沈绣真正的人头。还有赵承熙留下的自白信，将你当年如何指使他和皇室兄弟通过沈绣灭杀李吉的细节一一写明，应当是当年特意写下来自保的，一起放到了藏尸的树洞里。梁大人，这证据不能说不切实了吧？说起来，这可要感谢翟禄，若不是他刻意提醒，我们绝技不会想到那只画眉鸟。没想到啊，当初放走的一只小小的画眉鸟，竟然成了布局的关键。那只莫非本是我相公阿修豢养多年的鸟，他认得回家的路，所以凶恶过后都要自己飞回来。他既认得回家的路，便也不难找回案发之地。虽说人头已成枯骨，莫成想那封信却完好，是奇迹，或是天意。即便如此，我全杀了你们，看谁能定我的罪。梁安道，梁大人，你是御剑司使代天巡狩，地方官员自然审不了你，但岑某人一个御剑忠诚，应当还能勉强审一审你，主持一下大局吧。姑娘前日里掉下山崖，可把我们陆大人给闹急眼了，非得催促我来找梁大人。梁大人，您与岑大人共事多年，想必您早已认出了他，因而有所顾虑，否则我与陆大人不能活到今日。也正是因为您顾及岑大人，知道不能轻易了结，这才胁迫翟禄顶缸了却此事。江春送来的证据我都看了，你的人我也压下了。那便如此吧。你不是？我不是已经离开了吗？哼，那自然是有人中途截住了我，将一切事实告知于我。对不住，今早没能和你说实话。怎么身上这么重的露水气？昨日没睡好，出去逛了逛，是我将岑大人请了回来。我输了，但我却不明白输在何处。请赐教。梁大人曾问翟禄，当初那个为民请命的小吏，如今在何处？梁大人，难道不是也为自己而说的吗？如今你变成这样，你有什么面目见你的妻儿老小？大人，
你也不当问我如何？宦海浮沉，清浊一体，仕途艰险，还没到你懂的时候。梁大人，其实我们几人避开追杀，本可以隐匿行踪，避开此间祸事，但是我们又都回来，也都参与其中，你可知这是为何？大人不信，我便讲一个案子给你听听。崇宁1年，有一大户人家遭了窃，一老儿被指认为凶手，廷杖40，死于公堂之上。此案没有切实的物证，只是邻居说这老儿忽然发了横财，买了几壶好酒喝，便断言其犯了盗窃罪。其孩儿本是个仵作，因此事便不能再与衙门供职。你小仵作没有别的生计，给父亲说了诗，连夜便投了河。大人，这个小仵作便是我的前任，此案有疑，是也不是？梁大人，民妇也有一个案子，有一个姓沈的书生与人吵架，不慎将其推了一把，谁成想到了晚间，那人就莫名死了，书生因此被定了罪，投入了大牢，没多久便也病死了。这个姓沈的书生便是我的公爹，也正因他犯了事，我的夫君沈秀失去了相考的资格，从此沦落到以换鸟为生。此案有疑，是也不是？大人，这2桩案子都是李吉写在谏言书中的，48分卷宗，48句此案有疑。您当初读时，心中可有一丝敬畏，一点愧疚？梁大人大约也已忘记了，在这卷宗的背后，李吉想向您诉说些什么。我今日想在这里再说给您听一次。欲颂，推勘者大事也，必有3要：一曰正确，所谓确者，必有2人以上之户证也；二曰查实，须定实，有几人以上者，勘地貌，善以存之，辅以笔录、口录、事录，此又为3录。然推虚之本，在于人，在于民，存乎公义与平允，而非以攻打与声明也。闻君子期者，实为民请命之良力，愿君勿忘初心，复思旧志也。故有今日之献书，望大人赎旧案，平冤屈，分清浊，以民为民，不顾青天之名。大人不愿意做这清风，但总有人愿意，也总有人记得他做过的事，行过的路。梁大人，这篇谏言书字字皆为草民之用心，恳请大人拨冗垂阅。若能纳言1、2，实乃天下苍生之幸，我亦无憾。五怪清风破浊，李吉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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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！李吉呀！梁安道已交由岑大人亲自押解进京，画眉鸟救案，连同那42桩疑窦重重的案子，将全数齐封重审。若不是你坚持到现在，
只怕许多冤屈都不能重见天日。这一案不只为我兄长，也不只为我，还为商姐，为沈秀，为万千沉默者而说。你做到了。无论是李福渊还是李媛儿，皆无遗憾。都过去了，也该想想我们自己的事情了。挑个吉日，重新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宴。以后就像跟寻常夫妻那样，等到春天来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再把这院子修缮一下，种些花草。私设公堂，明审官，你最清楚不过的。这里已经再也容不下李福元了。不！画眉啼破夜未央，雪间竹楼这条路，我本打算自己一个人走完的，但因为有了你，连风雪也清了几分。你走一步，我便跟一步。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，不是你的。我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留下，选择犯案，选择活着，也选择爱。从今往后，我要这天下再无一个好人被无声的杀死。你能做成这样的人吗？我带着仇恨而来，所求皆得，心无挂碍。现在也该带着解脱离开。我借幻术演出衷肠，金簪间藏着谎，呵呵，间藏着谎。你说要陪我等云开见日长，却在案头对好事郎。万种应是我也是那飞光，很少见才懂执念多烫。你所欲思变忘，那夜的一切仿佛一场梦。那个我曾质疑而后敬佩与倾慕的姑娘，竟就这样变做了一只画眉鸟，仿佛她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样。我站在烟火尽头望，你提着灯照亮那夜正长。霜雪融密云上，就掩盖心中伤。某年春意
你说胡瓜正看战场，眼下画眉正吃过单枪。崔老，当年的冤案卷宗全在这里了。诸位就好了。回来了，师父。可明白了何为遇师而亡？下山后，我果然遇到了那个师父所说的与十字相关之人。每次见到他，心中便略有不适。原本以为会命丧他手，却不想，只要见到他佩戴的石衔，便会想起阿兄在狱中被打断手指、割去舌头的惨状，这才痛苦难抑。多谢师父指点。原来师父所说的那句遇时而亡，并不是什么批命与谶言，而是告诉我最后应当如何行事。我的所作所为，如果牵连了他，那这为民请命的县官，只怕他也是做不成的。死在他手上，便是最好的方法。遇时而亡，非言断命，天地一息，死生互根。时是劫，是关，是一道气之转。你若执念不舍，亡即真亡；若顺势而化，亡者可为时也。世人以为我羽化成仙，其实不过借幻身脱困。师父之前所说，这一切只是长路的开始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如今我才知道，死是局的终点，活着才是劫的开端。香囊葫芦小挂件儿，折扇猪脑啊，折扇猪脑，来看一看。女儿这个新鲜。陈年的老酒。停！打算送哪家姑娘呢？别提了，当时送人被退回来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得了几枚种子，回去院子里种点胡瓜给我家夫人吃。书中有云：“有道是画眉七命看惊奇，人间总有朝朝日，留丹心相照看。”各种物品，各种样式都有了啊！这是不错，娘子，快来看看，新到的胭脂水粉，这可是京师的式样。多来几个吧。